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红墙观察，我是米林。正当中共高层在中南海品着乡民，追着特供，畅想着150岁美梦的同时呢，猪队友又来添乱了。刚刚结束的93阅兵，普京就让习近平在全球现了一次眼，这次呢可就更狠了。老毛直接断了中共的后路，一带一路在欧洲被直接截断成了死路。这回可好了，不但是赔钱，更是要命呀。这事儿呢还挺大，简单说来就是俄罗斯近日派了无人机入侵了波兰的领空，又联合白俄罗斯这个意识形态极其相似的独裁国家，在人家门口展开军事演习。熟悉军事史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波兰与俄罗斯那真的是一天二地恨，三江四海仇。波兰历史上几次亡国都与俄罗斯有着关系。二战时期呢，德国闪击波兰，而苏联又在波兰后面捅刀子，俄国一起瓜分波兰的领土。面对灭国的仇恨，波兰恨不得咬死俄罗斯。这回俄罗斯又不断在人家门口挑衅，您说这波兰能忍吗？波兰人狠话不多，直接把与白俄罗斯的边境给关了，连带着关闭所有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口岸，包括铁路与公路的口岸。然后呢，中国与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铁路中欧班列一下子停摆了，受此影响，约300多列中欧班列滞留在白俄罗斯境内。特姆逊等平台送到欧洲的商品面临延后交货的窘境，这其中呢，包括部分具有时效性的商品。有图有真相，一望无际的集装箱都卡在白俄罗斯的边境，等待着转运。中国外贸人感觉这年头生意太难做了。美国加税过后刚刚活过来，这会儿不知道还能不能起死回生呢。如果白俄罗斯跟别的国家演习，没准波兰还能忍一忍，但跟俄罗斯沆瀣一气，那真的是忍受不了。波兰在二战的时候呢，就明确说过，被德国占领是失去领土，而被苏联占领那是失去灵魂。所以波兰呢也不跟你们废话，连带着把中欧班列的铁轨都给拆没了。这下可好了，中共接下来就2条路，要么是谈判说服波兰，要么继续大撒币重新修一条不走波兰的路。中共呢其实也不傻，现在不是好勇斗狠的时候，中国经济危机不断，哪还有钱撒币呀？于是火急火燎地派中共外长王毅去找波兰谈判，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。波兰态度非常的明确，关闭边境是因为莫斯科与明斯克的破坏性行为。虽然关闭边境，波兰承受的是损失相当巨大，但我们认为是有必要的。白俄反对派频道 Nexta 在社群平台 X 贴文指出呢，王毅与波兰外长席科斯基谈了3个小时。北京方面提出要波兰开放边境，并关切中国的货物过境的问题。波兰外长则要求中共向俄罗斯施压，停止在波兰东部边境的混合行动。他坚持，如果要完全开放边境，2个邻国间必须要保持和平。结果就是没谈拢，然后波兰最后仍然拒绝重启边境。波兰的举动不仅令中共非常的难堪，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。因为波兰封锁边境的影响远超军事的层面。要知道，虽然中欧班列的货运量相较海运并不占主导，但它是中共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中国通往欧洲提供了关键的备选方案。波兰的行为直接中断了这一通道。据公开资料显示，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了11万列，发送货值超过4500亿美元，是中国货品运往欧洲的最重要而且最快速的通道。据欧洲物流行业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欧铁路货运总值大约为270亿美元，其中呢约90%依赖波兰与白俄罗斯之间的波白通道。粗略估算呢，这次封锁将导致每周大约是4.7亿美元的货物延误或者改道，涉及到电子产品、跨境电商服装以及汽车零部件等中国出口大宗。山东一家汽车零部件的供应商则表示，中欧铁路停运已经推高公司的运营成本，铁路比海运快1倍，15到20天就能到达目的地，海运则要1到1.5个月。这几天仓库里货堆的是满满的，每天光仓组和利息就得花不少钱。我们也只能改走海运，但客户都催得急。这位供应商还说，公司原本是计划通过铁路把模组直送到波兰的欧洲车企，如今呢被迫改走海运或者是空运，
一旦延误超过2周，客户生产就可能受到影响，我们将面临违约的风险。浙江义乌一位跨境电商从业者表示，我们一批秋装原定是3周内送到德国的仓库，现在估计要拖延3周以上。如果改空运，成本是铁路的3倍，完全承受不起损失。中欧班列已经停运，所以仓库现在爆仓，已经是放不下了。深圳一家平板电脑出口商表示，铁路运输原本是我们平衡时效和成本的首选，现在只能是多备库存，资金压力大了很多。而如果波兰长期封锁边境，中国出口企业不仅运输周期会延长，现金流和订单稳定性也会受到严重的挑战。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前研究员赵先生指出，中欧班列自2011年开航以来呢，一直是中国西向出口的重要的支撑。但是俄欧战事升级，直接威胁到了欧洲安全。现在战火是越来越烈。9月初，俄罗斯无人机一度进入波兰领空，引起了强烈反弹。波兰封锁边境不仅是物流受阻，更是地缘政治在经贸合作上的直接反应。接下来，波罗的海其他国家也可能会跟进，对中国很不利。那么，如果边境封锁持续3个月，中国对欧出口可能会减少120亿至150亿美元。这个估算不仅包含延误的货值，还计入了改道、仓储和融资的成本。而更大的问题就是，欧盟内部对中欧铁路的可靠性已经打上了问号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波兰关闭切断铁路，影响了中欧的班列，意味着中欧班列在俄乌战火未息的情况之下，已经不是出口商稳定可靠的选择。它的不确定性折射出了地缘政治对经贸的制约。其实呢，这条铁路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。表面上，俄罗斯、白俄罗斯都是中共的兄弟，但是独裁国家利益至上，也不遵守国际法则，说翻脸就翻脸，把自己后背交给这样的猪队友，也真的是挺危险的。一言不合说刺就刺，那是一点都不含糊。今年1月，多家媒体报道表示，中欧班列发往欧洲的集装箱陆续被俄罗斯扣留。扣留依据是俄罗斯政府去年10月15号通过的决议，针对通过俄罗斯领土过境运输的货物制定了禁运的清单，主要针对居民两用物品。决议通过以后，俄罗斯对经其领土发往欧洲的所有的中欧班列都进行了检查，导致了大量集装箱出现积压。财新网引述受影响的其中一家中国物流公司的总经理透露呢，去年10月开始，公司陆续有途经俄罗斯的集装箱被扣，目前累计有70个集装箱的货物受到影响，这其中包括圣诞棉服，而当时圣诞节早就过了。经理表示，俄方突然通过新法令，当时他们已经发货，来不及绕行。他又表示，透过中欧班列运输的货物一般是高附加值的产品，对运送时效有很高的要求，奈何俄罗斯验货已经延迟数月。物流公司总经理说，我们公司有几十个集装箱被扣，那么俄罗斯不爽的一点就是，你可以查验我的货，没有问题，你要求我提供什么东西可以，你说你觉得这个不合理，你从国家层面没收也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不怕你给我判死刑，但是你要给我个道理。第二个的话，你查我的货，那你能不能3天给我查完，而不是3个月，几个月的给我丢到那里？法国时评人王龙蒙认为，俄罗斯经过3年战争以后，各种物资短缺，因此开启了劫掠模式。因为俄罗斯国库早已经空虚，不管是民用、军用的物品都是极其短缺，他们就开始走索马里海盗式的捷径，抢劫全球各国的财产。这个流氓国家的手法是合法化抢劫，借出台1374号令，扩大禁止从俄罗斯过境的物品名单，但他们拥有无限大的裁量权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些货物就像包子落入狗嘴，有去无回。王龙蒙说，记得俄乌战争伊始，很多中国人支持俄爹的入侵行为，但却从来没有想过，俄罗斯的很多军火都是中国纳税人的钱。上次俄罗斯以反西方制裁为名，扣押西方国家的民航飞机，可是中国也有20多架飞机被扣了，最后交钱赎回几架。这次呢，俄爹又直接把铁拳打到中国人身上，希望中国百姓明白这是俄罗斯习惯性打孩子的手段。中国人是否还要继续孝顺俄爹？友谊无上限，1周前还举行视频会晤，
习近平称普京为亲爱的朋友，这个朋友可是对中国予取予求，而且习惯性的欺负中国人。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对中国百姓负责了吗？他的政治工程新丝绸之路中欧班列也中断了，而他却依然无动于衷吗？目前中国现在急需找到替代方案，首选应该就是陆路。中国到欧洲的陆路运输路线有2条备用的方案，一个是南线的方案，即中吉乌铁路到土库曼斯坦，再到伊朗，再到土耳其到欧洲的线路。第二个则是中国到哈萨克斯坦，到里海、亚塞拜然，然后再到赞格祖尔走廊，到土耳其，最后到欧洲的线路。但是呢，这2条线路短期内都是无法实现的。微信公众号江宁知府认为，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，国际贸易呈现碎片化、区域化的特征，供应链不断重组。俄罗斯隐藏的内心世界一文指出，克里姆林宫对于充当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枢纽并无兴趣，认为欧亚横向轴心战略，欧盟、俄罗斯、中国为让俄国崛起，反而是日渐边缘化。陆路行不通，中国便不得不更加依赖海运，而海运的议价权则牢牢掌握在美国的手中。这种布局最终的目的是通过欧亚大陆的分裂，进一步巩固美国的全球地位。中国肯定不想让美国占了便宜，所以除非是波兰让步，不然这个问题对中共来说还真的是相当的棘手。要不然说呢，中共对待毛子的感情真是大哥虐我亲百遍，我待大哥如初恋。俄罗斯背后捅刀子，中国依然是热衷的给他擦屁股，并且是不离不弃。这也真是没治了，没办法，除了这个猪队友，别人还真的是不跟中共你玩呀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